终于可以好好显摆显摆这几日辛苦做的剑侠了。情义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少卿大德，正此神明，情义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哎呀，真是一个诸神共享的盛宴呢。不过依在下看来，凤九殿下这次的冰藏礼好像少了一个步骤。聂初隐此时出现在这里，说这么一番话，摆明是来踢馆的，不知道青丘如何应对。本君听闻魔族一贯潇洒，不拘礼法，却不想玄之魔君倒是重礼得很。今日我们青丘在自家地盘上行一个古礼，还累玄之魔君大驾前来提点一二，真是惭愧惭愧。白衣上神此言就诧异了，提点两个字真的是折煞本君了。不过在下有幸在洪荒时代看过2场冰藏礼，甚为向往。我记得当时事件之后皆为比剑，为何现在轮到凤九殿下，事件之后变为藏剑了呢？怎么回事？我听闻青丘的冰藏之礼确实有比剑这一环节，同辈的仙者们皆可挑战新君，输了到5方，赢了可以得新君一个许诺。那为何近来的冰藏之礼却取消了这个环节？我听闻白纸帝君之所以定下这个环节，是为了激励白家的子孙自小修习，在同辈之中拔得头筹。可后来轮到了白浅女君时，帝后可怜她是女儿身，就天天跑到白纸帝君面前去哭。白纸帝君后来也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，就将冰藏之礼中比剑这一环节自动取消了，且默认今后青丘若再出女君，也可自动取消比剑这一环节。既是如此，聂初隐今日前来比剑，岂不坏了规矩？可惜就是这事儿并没有载入青丘的礼册，也做不得数啊。他今日前来，还能捞上一把，于情于理你还说不了他什么。既然青丘的冰藏礼法则未变，就该有一场比试。一直听闻凤九殿下剑术出神入化，在下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即便该有一场比剑，魔君与小女也当不得同辈二字，又何谈切磋？还请魔君自重。白衣上神此言又诧异了。在青丘，凤九属于孙辈，在下也是第3代魔君，那这样看来，我和凤九属于同辈了。白衣上神，在下最新剑术，诚心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我是魔族的人，但也是输得起的人。难道凤九殿下是神族的人，却是个输不起的人吗？哼，原本是一场你族内的比试，他这么一说，倒成了2族后辈的较量。神魔2族今年虽然修得木林，但终究在根上有了嫌隙。小聂魔君这么一挑衅，8荒6合都在看着，这下小酒无上也少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他放着好好的魔君不做，非要来凑这一场热闹，还落下个以强凌弱的名声。父亲，既然魔君执意赐教，也不知何时能够遇上这样的高手，小九愿一试，定会有许多收获。凤九殿下快人快语，如此甚好。请赐教。看来是聂某高看了凤九殿下的剑术，神族之剑不过如此吗？魔君虽长了我8万岁，约莫大了我3倍，但魔君与我毕竟是同辈人，竟没想到能赢了凤九。凤九真是心服口服。殿下还真是牙尖嘴利。不过这场比试是在下赢了，成王败寇。殿下答应聂某的承诺。等等，魔君啊，这青丘的冰藏之礼比剑这一环，乃是新君夫妇共同进退的一环。虽然你赢了新君凤九殿下，
但还未过得了新君王夫那一关。你要拿青丘的承诺，似乎早了些吧？她嫁了，嫁了谁？莫非？既是三殿下所言，大致没错吧？王夫，在下未曾听闻凤九殿下有王夫，但没关系，在下也未必打不过，请上台吧。可以开打了吗？我出去磨了个剑。早知道你会输，不用觉得给我丢了脸。累吗？不累，怎么就输了？无妨。你觉得能跟本君过几招？帝君抬举了。这场比试应是同辈人之间的切磋，在下与帝君隔了一个洪荒，并非是同辈人呢。你说同本君不是平辈，本君为什么同你不是平辈？他是本君的帝后，同本君自然是平辈之人。你方才说你与他是同辈之人，那你同本君当然是同辈之人。听说你最新剑术，真巧，本君也最新剑术，可见你我有缘。开打吧，让你3招。帝君好功力，在下败了。他小小年纪，竟也学会了先斩后奏。我看是有人教他的吧。你做得很好。结界就是有红光乍现，属下在密林外侧探测不到更多气息。聂魔君在的时候倒是说，轮到聂魔君守结界的时候，我们外围将领时常会无缘无故失去意识，误以为是睡着，可这段时间的记忆全无，且一再问询，2000将领同时睡着，着实奇怪。其他的魔君就没有任何异议？聂魔君不是劝说其他魔君休息，便是自己承应，从未同时与其他魔君一同守过结界。属下调查之前镇守的魔将问了才知，聂魔君从前就时常进入结界内。他进入结界时都屏退左右，无人得知里面的情况。传我口令，调聂魔君和燕魔君同时镇守结界，没有我的口令，绝不可擅自更改。是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不碍事。孽出银圣凤九虽胜之不，你也不应该意气用事，硬生生劈断了他的剑啊！他会偷用术法，你就不会吗？你这仅凭一成法力进入阿兰惹之梦所受的伤还未痊愈，这又动了多少元气啊？无妨，只要稍加调息便可。你先回去吧。我等着小白一起走。你为何这般看着我？你跟凤九的这段情缘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真不动则已，一动就跟天雷勾动地火一般。但凡与他沾上边的，你都是这般半分都不肯相让啊！哪里还有稳坐太晨宫、不理世事几万年的尊神的模样？那跟程昱沾上边的，你可曾让过半分？我去找小白了，一会儿还要同他一起去拜见岳家。你这样孤家寡人的，还是快回宫去吧。若是有个意外，恐怕过个几万年都没人发现。许阳，咱们真的有必要像这样几个魔君轮流守着结界吗？你为何如此烦躁？姬恒在9重天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这淼落都几天没动静了，说不定几百年都没有呢。咱们就要干守几百年吗？燕迟雾，你如此毛躁，让我怎么放心把姬恒托付给你？老子才没！
你方才说什么？血泪是淼洛的元神心血，若要销毁它，莫非你要用你的几滴血和他的那几滴打一架吗？荒谬！血泪不被他炼化，是无法化为元神心血。若我用赤金血攻击，岂不是先要唤醒他的血泪？那便只能用法器了。需要魔君，若魔族需要，我天族10万将领大可供你驱使，守结界斩淼洛。天下苍生大劫当前，不必在意之前的局域。小燕，现在正是魔族生死攸关的时候，姬恒留在九重天会比留在魔族更加安全。等到这些事情过了以后，你再把他接回来，希望到时候他也能原谅我这个哥哥。至于聂初隐，他定有问题，只是我不知道他与淼洛是否真的有干系。他若只是觊觎我的魔君之位也就罢了，要是他跟淼洛真的有……许阳，哦不，哥哥，你尽管吩咐，要小弟砍谁，一句话的事儿。小燕，没想到到了最后的关头，魔族最值得信任的人是你。聂初言，既然你在冰藏礼上大出风头，那现在是不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本尊？启禀魔尊，属下去青丘，本想讨青丘一个承诺，将功补过，待事成之后再禀告魔尊的。属下想在青丘冰藏礼上赢了凤九，然后讨得他们一个承诺，哄骗他们来魔族攻魔尊西市，这样魔尊的功力便可以恢复。之后神魔大战，青丘狐族更是示弱，一举多得。那么说来，你一心是为本尊筹划？这是，但属下没有想到，在冰藏礼上遇到了东华帝君。东华帝君功力深厚，属下打不过他，有损魔族的颜面。你说你和东华交过手了？那依你看，东华的功力如何？是否有什么破绽？东华功力深厚，3招之内，属下便败了。阿兰惹之不忠，我明明已经重伤了他，他紧接着调息妙一渊，应消耗不少修为才对，竟这么快便恢复了修为。聂初隐，从今日起，你每日运送200名魔族弟子供我吸食，另外加速破坏旭阳和其他魔君之间的关系。在他一人的时候，我自会解决。是。说起这桩婚事，帝君千万年来见过的女仙不少，何以独独挑中我家凤九做你的帝后啊？我对她一见钟情。帝君这信口胡说的功力真是越来越深厚。小女平素顽劣，得帝君青睐，真是青丘之福。如今凤九成了东荒的君位，这丫头毕竟年少力浅，还望帝君一切多帮衬。那是自然，不过上神亦不必担心。小白十分能干，大到除妖斗魔，小到除善手艺，都十分出色。除善手艺？小白做的糖醋鱼滋味甚好，本君十分喜欢。没错，凤九除了糖醋鱼，那油炸兔肉丸、罗汉八珍、小米醉鲜参，样样都出色。帝君以后若是想吃什么，随便吩咐他便是。好。娘，我又不是厨娘。再说了，这九重天上难道还没有厨子吗？可不知道帝君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啊？这桩事本君一直搁在心上，本该一出谷就来青丘叨扰，但听说青丘择婿十分严格，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合不上长辈们的眼缘，而终日忐忑，所以本君也不好贸然拜访。合不上什么？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不符合青丘择婿的条件，既不是3代世家，目前也无法手握重权。只是事到如今，八荒六合都知晓本君是青丘的女婿了，即便合不上眼缘，也只有请青丘将就一下了。帝君言重了啊！本君亲自占算过，5月初6就是个好日子，不如今日就定下来。5月初6岂不还剩10天了？这么快，我们怎么来得及操持？毕竟是帝君大婚，简单不得呀。无妨，小白平日素爱热闹，一切都随了青丘的风俗即可。太晨宫管事，仙官重临，行事十分稳妥。太晨宫同青丘一同齐心举办一场婚宴，定错不了。只是成亲的地方，本君虽无父无母，但也想在同生同长的碧海苍林才好。碧海苍林，如此圣地，乃是父神赐予帝君成长的地方，怎可被我等去叨扰？怎是叨扰？我同小白最重要的是，也该让八荒的众神在碧海苍林一同喝一道喜酒，方显郑重。帝君为了凤九，竟然愿意打开碧海苍林，